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毁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也导致2个孩子的父亲失去了生命。事发后，警方很快确定这是一起人为事故，但却一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可怕的真相逐渐浮现，最终警方通过2个孩子的证词，成功将凶手送进监狱。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乔治亚州林格尔德。该市位于乔治亚州西北部，靠近田纳西州的边界，人口约为3500人，是卡图萨县的一个城市，也是该县的县治。主人公詹姆斯出生于1950年2月22日，他来自俄亥俄州一个富裕的家庭，祖父弗雷德是一位发明家和企业家，家族成员基本都靠弗雷德的产业生活。不过詹姆斯是个例外，他不愿坐享祖父的成就，更希望靠自己开辟一片新天地，所以他很早离开家乡，开始了创业之路。詹姆斯早期从事过很多行业，但都没有取得太大的发展，直到后来接触到健康产业，才让他确定了发展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学习，詹姆斯在林格尔德开办了一家健康中心，主要为脊椎受伤的患者提供服务。最初健康中心的生意并不理想，詹姆斯既是老板也是唯一的员工，但好在他很善于经营，成功制定了一系列营销策略。靠着良好的宣传和精湛的技术，健康中心的生意逐渐有了好转。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詹姆斯雇佣了几名员工，其中最早加入的是他未来的妻子特蕾莎。特蕾莎比詹姆斯小20多岁，当时在健康中心从事接待工作。两人于1996年结婚，同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加勒，4年后又有了第2个孩子艾丽。拥有了2个孩子以后，这对夫妇便不再满足于现状，他们致力于将健康事业发展壮大。为此，詹姆斯投入了大量资金升级健康中心，而特蕾莎也进行了系统学习，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脊椎按摩师。在2人的共同努力下，健康中心的营业额大幅增长，他们一家的生活品质也随之有了明显提高。据詹姆斯儿子加勒回忆，当时他们住着拥有4个车库的大房子，无论他和妹妹需要什么都能得到满足，根本不用担心金钱问题。然而幸福的生活刚刚开始，这个家庭就遭遇了不幸的事情。詹姆斯在一次户外活动中不慎被蜱虫咬伤，从而患上了莱姆病。虽然这类传染疾病不会致命，但会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感染莱姆病的患者常常会感到四肢酸痛、头昏眼花，很难再继续正常工作。与此同时，特蕾莎也遭遇了意外状况。当时她怀上了第3个孩子，正处在即将分娩阶段。由于突发情况，特蕾莎失去了腹中的孩子，不得不在家中休养。那段时间，夫妇2人都没法再去工作，这导致健康中心的经营开始出现问题。由于之前投入的大量资金几乎都来自银行贷款，收入减少，导致他们贷款无法按时偿还，因此银行扣押了他们的汽车，而他们的房子也即将面临相同的局面。然而更加不幸的是，更大的危机也在不久后降临。一夜之间，他们失去了现有的一切，也失去了幸福的家庭。2007年6月29日上午9点34分，当地911服务中心接到一名男子求助，称他的邻居詹姆斯家冒出了大量黑烟，急需紧急救援。接到通知后，3辆消防车迅速赶到现场。消防员首先使用高压水枪控制住了火势，随后立即冲进房间进行了搜寻。由于大火刚刚被扑灭，房间内还有大量烟雾，消防员只能通过热成像仪寻找可能的幸存者。当仪器探测到卧室时，一个人形图像出现在了屏幕上。消防员立即展开救援，将一名跪在床边的男子抬到了外面。男子的身份很快得到确认，他就是房子的主人詹姆斯。当时詹姆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灼烧痕迹，初步推测死因为吸入烟雾导致的窒息。由于这起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按照处理流程，消防局的火灾调查员和警方接管了现场。通常处理这类事故大致分为2个步骤。首先，消防局需要查明起火原因，并做出事故分析报告。其次，法医要对死者进行尸检，以确定确切的死因。
而警方现阶段的任务主要是负责协助调查和维护现场秩序。在火灾调查员勘察现场的同时，警方联系了詹姆斯的家人。当时詹姆斯的妻子特蕾莎正和朋友罗宾以及2个孩子在前往田纳西州的路上。接到通知后，他们在当天下午4点左右回到了家中。警方现场询问了特蕾莎在案发期间的去向。特蕾莎表示，这天早上8点15分左右，她和朋友罗宾还有2个孩子去了田纳西州的父母家。这次出行的目的主要是借他父母的汽车，因为他和詹姆斯的汽车已经被银行扣押，他们最近一直在租车通勤。由于事后他需要把2台车开回来，所以这次出门特意请了朋友罗宾帮忙。但他们还没有到达，就在路上接到了家中失火的消息。他在离开家时，家中一切安好，对火灾发生原因一无所知。特蕾莎的说法得到了朋友罗宾的证实，但2人在具体离开的时间上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罗宾认为他们离开的时间至少在早上8点45分到9点之间，而不是特蕾莎所说的早上8点15分左右。警方记录了这一情况，但没有继续追问，因为火灾原因还没有具体结论，他们需要等待消防局的调查结果。大约过了6天后，警方终于拿到了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火灾调查员通过勘察现场得出了以下结论：火灾发生时间大概在早上9点左右，起火位置位于卧室外面的开放区域，该区域周围没有老化的电线或者可能引发火灾的物品。此外，卧室是火灾的主要发生地，其地毯上被检测出了助燃剂成分，这也是大火集中在卧室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结果，消防局认定这是一起人为纵火事件，排除了一切自然起火的可能性。得知这一情况后，警方立即询问了詹姆斯的妻子特蕾莎，因为特蕾莎与朋友罗宾所说的离开时间出现了不一致，而罗宾所说的离开时间又与火灾发生时间非常相近，他们必须要搞清楚2人的真实离开时间。Start off like in the morning time. What time did you wake up? That kind of stuff. We always woke up 6:30, 7 o'clock, drank our coffee together, talked. I don't know, husband and wife things. That's what you do before you get kids up. And I was going to go get a car, took my shower. He talked to the kids a little bit. He said his stomach was upset and he was going to fix toast.And kissed me, told me he loved me, but the kids loved him, and it's his when we got back. I love my husband more than life itself. We had a wonderful marriage. I know we didn't leave any later than 8:30. I know that. 特蕾莎仍然坚持一开始的说法，坚称自己没有晚于8点30分离开，但警方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此问话结束后，他们又找到了特蕾莎的朋友罗宾了解情况。罗宾表示，大约早上8点30分，他才到达特蕾莎的住所。那时他一直在外面等待，所以很确定离开时间不可能在8点15分。另外，罗宾还提供了一个线索，当时特蕾莎在把孩子们送上汽车后，又独自回到家中待了10几分钟。他不清楚特蕾莎回家做了什么，特蕾莎也从没有说过。罗宾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继续追问特蕾莎在离开家后是否出现了火灾迹象。然而罗宾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告诉警方，他们在离开后的第一站去了一家快餐店购买食物，快餐店的监控可以证实他的说法。警方跟进了这一线索，调取了快餐店的监控录像，上面的时间戳显示特蕾莎一行人到达快餐店的时间为早上9点26分。通过测量两地之间的距离，警方得知了他们离开的真实时间大概在早上9点18分，这表明罗宾的说法是准确的，而最后一个走出家门的特蕾莎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找到相关证据，警方检查了2人的住所，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带着搜集证据的目的去到火灾现场。警方在车库里找到了好几包提前打包好的行李，里面包括特蕾莎与孩子们的衣服和鞋子，还有一些家庭照片。这些物品表明特蕾莎可能知道家中即将发生火灾，所以才把这些有用的东西提前放在了安全的地方。除此之外，警方还在书房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份尚未生效的离婚协议，这也与特蕾莎之前描述的夫妻关系不一致。
为此，警方联系了特蕾莎，要求她带着2个孩子再次接受询问。案发10天后，特蕾莎带着女儿艾丽和儿子加勒如约来到警局。警方首先询问了年龄较小的艾丽。Hey, Allie. Like I introduced myself earlier, my name's Kelly. I work here at the sheriff's office. I guess you could say I'm a police officer. You like police? You don't like police? Why not? Did your mama tell you what happened to your house? You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r house? The house caught fire, didn't it? Have you been to the house? Yeah, we looked inside of it. Smoky, wasn't it? Yes. Yeah. Did your mama tell you about your daddy? What'd she tell you? She said that he dropped to the ground. They found him laying on the ground in his room. She said what happened? I mean, okay. 年仅6岁的艾丽看上去似乎还无法理解家中发生的变故。最初她对警方表现得有些抗拒，但随着谈话的进行，警方与艾丽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借着这个机会，警方询问了一个关键问题，关于她母亲特蕾莎是否在火灾发生前提前收拾了行李。Mama, where'd you get your clothes from? Did Mama take them out of the house? Or Yeah, they were in a basket. in a basket? When'd she take them out? They were at the hotel when I got there, and I didn't know them. She got them out. 艾丽证实，母亲特蕾莎在家打包了一些干净的衣服，虽然她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但警方认为这肯定是在火灾发生之前。为了验证艾丽的说法，警方又对她的哥哥11岁的加勒进行了询问。I'm just going to ask you, I just need like a yes. Did your mom take some clothes out of the house for you before the fire? No. No? What was it? Sorry? No, I didn't know. 加勒给出了与艾丽相反的说法，表示母亲特蕾莎并没有在火灾发生前打包衣服。鉴于兄妹2人的说法不一，警方决定对特蕾莎进行测谎。出乎意料的是，特蕾莎居然同意了。按照乔治亚州的法律，只要签署同意书，测谎结果就可以作为证据，所以这一点还是让警方有些意外。Did you start that fire? Yeah. Did you plan with anyone to set that fire at your house? No. Like I told you before, I'm just a real direct guy. Been doing this for a long, long time. I don't want you to be the other way. Well, big problems with this test. And I think you knew there were going to be big problems with this test. I'm talking very, very big problems, okay? 毫无悬念，特蕾莎的测谎失败了。数据显示，她的欺骗程度已经达到了100%。面对这一结果，特蕾莎立马改变了说辞，表示这一切都是丈夫詹姆斯的主意。He told me he wanted to die, and he told me to leave the house. And I said, baby, I'm going to get the car and Knox. And he said, don't ask me no more questions. And I said, baby, why? Just tell me why. He said,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I love you. And why have you not shared that little bit of information with the investigators up until now? 特蕾莎把所有责任全都推给了已故丈夫詹姆斯，表示詹姆斯是在家自行了结，与她没有关系。但警方显然不会相信这种说辞，因为没有人会使用这种极端方式自行了结。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特蕾莎策划的，所以依据测谎结果，当场逮捕了特蕾莎。接下来，警方调查了这对夫妇的个人生活，以了解特蕾莎的犯罪动机。通过走访他们的共同朋友，警方了解到詹姆斯和特蕾莎已经3-4个月没有工作了，财务状况出现了严重问题，他们的房子也将在1个月后被银行扣押。此外，特蕾莎还有吸食违禁物品的不良嗜好。自从失去了第3个孩子以后，她就经常偷拿健康中心的现金用于这类消费。还有一位朋友表示，在感染了莱姆病后，詹姆斯为了家庭着想，购买了一份大额保险。最初他只是想给家庭提供一份保障，但没过多久，詹姆斯就后悔了这个决定。
因为他怀疑特蕾莎一直在偷偷给他下药，想让他早点死去。这位朋友的说法得到了相关证据支持。尸检结果显示，詹姆斯体内含有镇定剂和抗抑郁药物，这表明他在火灾发生时处在不清醒状态。尽管这些发现可以证明特蕾莎有犯罪动机，但警方还需要更加直接的证据。为此，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特蕾莎的2个孩子，6岁的艾丽和11岁的加勒身上。警方认为他们可能目睹了火灾发生前的迹象，最初没有说出实情，可能因为当时有些紧张，或者受到了母亲特蕾莎的引导。于是警方吸取失败经验，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再次询问了这2个孩子。Before your mom went to Knoxville, when you guys were still at your house, remember? You guys went to get in the car to leave, right? And did everybody stay outside, or did somebody go back in? Nobody let me back in except for Mama. Except for Mama. And what did Mama go back in for? You don't know? Okay. And then you said she came back outside. Is that right? And then what happened? Caleb said that the house was on fire. So, did you see a lot of smoke or a little smoke? A lot. Where was it coming from? From back of the house to the corner of the house. Allison had mentioned smoke. Yeah, we seen the smoke. We were wondering where it was coming from. So, did you say something to your mom? Yeah. What did you say? Mama, I think the house on fire. She goes, no, that's just a bunch of papers. Did you see the papers burning? No, but I seen the smoke. Okay, you just saw the smoke, and Yeah. And your mom told you she burns the papers up okay. 艾丽和加勒的证词为警方提供了关键证据，而特蕾莎也在事后改变了她的态度。虽然特蕾莎是个冷酷无情的妻子，但对待自己的孩子还算比较关心。她不想让孩子们将来出庭作证，担心会给他们造成心理影响，因此承认了纵火行为。特蕾莎声称，她是在詹姆斯的要求下帮忙点燃了房子，并不是有意为之。警方不认同这一说法。根据已掌握的线索以及知情者补充的细节，他们重建了真实的事发经过。詹姆斯和特蕾莎因财务危机导致感情出现问题，为此特蕾莎产生了离婚的想法。她提前起草了离婚协议，但一直没有执行，因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即使离婚，特蕾莎也无法摆脱债务责任，所以她产生了利用詹姆斯保险赔偿金抵消债务的想法。最初特蕾莎计划使用偷偷下药的方式慢慢杀死詹姆斯，但这个方法在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没有起到效果。由于他们的房子即将被银行收回，特蕾莎有些着急了。为了尽快杀死詹姆斯获得赔偿金，她策划了这起漏洞百出的火灾事故。案发那天早上，特蕾莎提前在詹姆斯的食物中放了某种药物，以确保詹姆斯不会逃跑，然后再把2个孩子送上汽车后返回家中，点燃了房间。特蕾莎可能没有料到火势发展的如此迅速，他们还没有离开，家中就冒起了黑烟。为了不引起孩子们怀疑，特蕾莎故意告诉孩子们，刚刚她在家焚烧了一些废纸，因为她之前就有在家焚烧垃圾的习惯，所以孩子们也就没有继续追问。特蕾莎的朋友罗宾肯定也听到了这段对话，而且他也大概率看到了着火的迹象，但他可能不想惹上麻烦，所以才在接受问话时没有透露这件事情。2010年12月，案发3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特蕾莎因谋杀罪、纵火罪被判处终身监禁，30年后可获得假释机会。特蕾莎的2个孩子艾丽和加勒由她的外婆抚养长大。据了解，兄妹2人都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